规格更高，但是价格呢便宜1半以上。这很方便哎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规划的时候，你就要事先想到。提醒大家一个，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忘记的地方。Hello， 我是 Ozzy， 今天我好尴尬。今天呢，想要来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度，因为我们现在水电跟泥做都是做的差不多了。距离上一次的进度到现在应该也过了3个月有哦，3、4个月，蛮久。现在就来先更新一下我们目前房子的进度，顺便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边有做一些像是请电的部分，就是电表、电箱摆放的位置，对，然后还有呢，有一些大家很容易忘记要留插座的一些地方。然后大家如果也觉得我们好像哪边忘记上插座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。所以现在我们还来得及，趁下我们还可以在家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下。首先呢，整个外观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。大家记得这边原本有一道围墙，然后我们把这边围墙打掉，就是想说开放出来，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宽广。目前呢，这个地方水电已经留好了，算是一个小花圃，这也是花圃，所以会很容易积水。这边我们泥做的垫高的时候，它会做一个泄水坡，往这个排水管这边泄。这样。像为什么我们这个小小的花圃这边就要2只，然后甚至到里面要3只排水管，就是因为其实花圃很容易会有一些石头或者是泥沙堵塞，因为你就想，你如果以后是种树，然后你如果要再处理这个排水孔的话，你要全部都挖起来，甚至上面那棵树都要挖起来。而且这边积水的话，其实你种任何的植物，只要有根都很容易会 C 翘翘，对，会烂根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家是走一个简约的风格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整个外观都没有太多的颜色。我们家最特别就是窗户的部分，那我们做的那种金属框，看起来就是很现代。可以看到一个很细节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下面有留滴水线，就是不要让水呢直接沿着这个框，然后流到墙壁上，所以我们下面有洗一个那个沟，就是让水可以这样子流。其实就等同滴水条的作用嘛，只是如果你是有做窗框的话，你这样就不需要额外再做一个滴水条。就是它除了装饰以外，其实还是有功能性的。原本我们的旧的电箱是在这边，这里其实有点没有很好看，所以我们呢重新埋了一个电箱在这边。那因为我们刚好这边也做围墙围起来，所以我们决定把电表啊，还有一些电线、网路啊什么都集中这里。那刚好这边就是有一个半高墙，不是完全隔起来的，旁边还有留一点缝隙。对，这样它看起来有一个隔断的感觉，才不会就是这边量体太大这样子，整个看起来会比较封闭，比较轻盈一点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侧面，这边整个全部都是漆，白色的漆。邻居经过这里知道，我们说，你们漆那个漆好像很容易脏。其实如果你是用传统的水泥漆啊，当然是很容易会脏。但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热土的泥矿漆，那这个泥矿漆它就是有那种抗污自洁的功能。下雨的时候它会把上面的脏污都冲下来。等到那个年限久了以后呢，我们房子可能比较不会像一般的油漆，就是上面会一块块黑黑的，或者是有一些下雨的痕迹。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等下我们带大家去看，我们有做这个滴水条，然后可以防止你的外墙就是因为下雨，然后会有一些水痕。因为水痕久了，其实就是会整条黑色，就是没有那么美观这样。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，这算什么小技巧？省电小技巧。大家都知道电费的部分就是你是累积上去，然后你累积的越多度数的话，它每一度电的那个费用会越高嘛。但是这边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规划，所以我们就又多请了一个电表，就把它分成2个，这样子到时候有机会我们的电费会比较节省一点。就大家可以算一下，比如说因为1楼是厨房，用电量会比较多那种什么烤箱啊、洗碗机啊这种可能会用电量比较大的地方。这样我们就可以1楼一个电表，然后2、3楼一个电表，然后2、3楼一个电表这样子，就跟台电请电呢，这可能会需要一笔费用，然后大家就自己算一下，你觉得这样子划不划算？然后车库这边呢，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留了一个专回220伏特的专回，就是为了我们以后。像我们现在还没有。是呢，我觉得以后有可能呢。或者是朋友来，然后借他充电。对，就是可能会买电车之类的。因为现在电车可能以后买趋势吧，对，算是一个趋势。就如果要整修，先留一个专回是没有什么坏处的。这边我们还特别留了一个，之后呢可以做门铃的部分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玄关。我们的大门在这里，目前还没好。进来。哦。这里呢，是我们故意留这个窗，然后这边之后会有铁架。就是可以摆一些小植物啊，然后摆饰啊、招财猫之类的。不然玄关会窄窄的啊。如果你留一扇窗，其实不论大小，因为我们在外面会种植栽嘛，对，这样看出去是有种绿意的感觉，空间也会比较大一点。没错，我们玄关进来这里呢，这边就是有做2个开关的部分。为什么要做2个呢？一个呢是玄关的灯，
那另外一个呢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特别做一键关。我就是个很懒的人嘛，然后我又很常忘东忘西的，所以如果你要出门之前啊，然后你发现顶楼的灯没有关。对啊，不可能透天还要爬上去哇！对啊，累死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做了一个一键关就很方便。这很方便哎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规划的时候，你就要事先想到，然后跟水电说这样。因为你只要重新拉电，其实就都可以做这个，这就有点像总开关啊。对，这里像不像是那个我在这边卖饮料？对。好。这也是点单的啊，刚才旁边那个就是出餐的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因为我们之后要订系统柜，所以呢，这里呢就是我们已经把窗户全部都封好了。对，一样就是怕那个我们前面也开，后面也开，然后如果旁边也开，那我们家就热死。补水电已经拉好了嘛，所以这边我们已经有留好网路线，之后可能装保全啊，然后 WiFi 分享器啊之类的。这边之后是厨房嘛，所以我们留了很多220伏特的，就在装修的时候，你就要先算一下你要买哪一些厨房的电器，因为很多厨房电器它需要很高电压，对，高电压，然后它又需要转回的。如果你跟其他的共用的话，会很容易跳电。像冰箱、烤箱、电磁炉这几个呢，就是我觉得电量会用的比较大的，就留一个转回的电路这样子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。提醒大家一个，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忘记的地方，很多人会装厨下的滤水器，像 RO 逆渗透的热水器，他们都需要插座，特别留这个线在这边这样子。然后过来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原本的楼梯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墙壁，原本这个灰色的地方就是我们原本楼梯的痕迹。好酷哦，一格一格的。因为我们这边想要把它改成楼梯是那种轻量化，就是一片一片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拆掉，然后目前是装这个临时的。然后过来这里呢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原本这里有一个小门，是通往我们的车库，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封起来了。原本旧房子它就是习惯车库跟房子内有一个，对，就停好车直接走进来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因为希望就是车库是开放式的，把铁卷门拆掉了，所以就会变成说有那个安全的疑虑。那大家还记得这边原本是小门？对，就这里大概这个宽度，想要开一个落地窗，就让我们在这个中岛的旁边有一个更大的景色可以看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门就是封起来，然后另外再切一个这个落地窗的大小，这样。对啊，本来它后面是厨房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改成一个自然造景，在外面这样。哒啦，我们特意在这边留了一个。经费不足，没错，就是没钱啦，所以我们就是留在这边，请师傅不要粉光这样子，最好还会这么整齐啊。我们这个就是把它框起来，然后就是保留它原始的样子，然后这边想说，可以挂一些植物啊，对啊，挂一些什么绿色的盆栽啊什么之类的，没错。然后这边我们一样可以种一些树啊、小草啊之类的，大蒜，给我们一个小园艺空间。这边是我们1楼的厕所，因为厕所太时间了，所以我们把洗手台放在外面。原本我们的厕所其实很深，就是到底。那我们这边就是再砌一道墙，这样子上来，把那边隔开。那边我们就有做另外的用途。马桶旁边我们还特别留了一个插座的部分。我们现在是预算不够呢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做这种一般的马桶。就是等哪天呢，我们的那个预算够的时候呢，我们想要换一个智能马桶，可以用到这个插座。我觉得是蛮多人应该会忘记。对啊，因为大家都想说，马桶就旁边就是流水就好了，那干嘛？不过如果用智能马桶，现在就是需要一个插座的。然后进来室内呢，就是后面怎么还有一个洞？哒啦，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厕所后面那道墙的另外一边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之后的储藏室。我们之后自己想说，这边开一个门，可以把一些什么清扫用具啊、行李箱啊，什么大型的丢在这里。反正就是隔墙起来，然后多做一个储藏空间啦，蛮方便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储藏空间是蛮必要，大家规划的时候要想一下，到底哪里可以放东西，可以多放东西这样子。原本马桶的位置，另外化粪池的地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，污水处理啊，然后你还需不需要化粪池，或者是化粪池有没有要换新的，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。因为如果之后做污水处理啊，你现在化粪池就换新的，那你过没2年就要换，就是一个浪费。这间呢就是我们的多功能室。这边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拉门，这个拉门是可以看你要拉哪一侧。那拉哪一侧的差异就是你走楼梯上面会看到书房的 view， 或者是看到客厅的 view。这边大家可以看到，原本我们这边不是有2个很大的窗吗？我们除了填这个窗户的部分啊，然后跟打掉这个间隔的地方呢，我们有重新的反光，那其他地方我们都保留原本的样子。我们也没有一些墙壁的一些毛病啊，像是什么壁癌之类的。就是没有这些壁癌，那我们就是从反光这几个部分，最后再一起上漆就可以。
可以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已经全部都封起来了。取而代之是上我们上面呢开了一个横的窗户，这边之后呢，我们会想要用雷射电视，就是有点像视听间的感觉，所以我们上面只留一个小小的窗。其实就是让它有一点采光。这边用的玻璃是雾面，不要让光透太多进来。没错，对，很加分的是，就让我们外观就是侧面多了一个小小的，很可爱，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单调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窗户。非常的喜欢这个窗户，接近落地窗的这个大小。那这样它如果一整道的话，会有一点太笨重的感觉。所以看我们做这种3格的，对，就上半部是固定窗，然后下面2个是可以推窗，就是通风。然后这样走出来之后呢，这一间就是客浴嘛。所以目前的进度呢，就是我们已经做好防水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一般其实很多建商都只有做一半，或者是可能到180公分。那我们想说保险一点，还是做到顶。上面呢，我们全部都走吊管的方式。对，以前的房子很多是会走地板的，把所有的管子都埋在地下。像这个粗的管子就是楼上预测的排水，然后比较细的管子就是供水，就是冷热水管这样。那好处是什么呢？可以用天花板就盖起来，然后你维修也方便。没错，如果用在地板的话，我们下面铺瓷砖啊什么之后，你要维修就很难走。没错。然后这里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样，就是把原本的墙壁都留着。这边为了要埋电线，这边有重新粉光以外，其他都没有重新做。这边就比较简单。现在就是因为是预算不够，所以呢这一周可能就是空的，保留一个弹性的空间。然后那个亲朋好友如果要来睡的话，你们就睡地上了。这个地方可以从这里看过去，这边墙的另外一边呢是我的更衣室，这里呢就是让我方便观赏是吗？你看，如果这里呢整个封起来的话呢，会变成整面墙就亮点有点大，就觉得楼梯走上来被压住的感觉，走出来就感觉要撞到墙的感觉。对，所以这边就是有借光的作用。这一侧呢，就是这边会做一个门，然后从这边走进来呢，噔噔。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卧室，卧室空间，哇，旁边就是一个超大落地窗哎。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窗帘整个这样拉开，哇，就可以看到隔壁的邻居跟你打招呼，好惊悚。看到阿伯在那边晒衣服，阿伯还在那边讲说我看着你衣服蛮脏的。哎，不是啊，那个日剧不是出门就看到邻居，好像也是蛮接地气的。我以为你要说蛮惊悚的，没有，我是觉得蛮惊悚的。然后这边之后留一个阳台，就是我们可以出去晒晒太阳。怎么越来越像那种退休生活？真的。带大家看我们家阳台。先生，在这里干嘛？好帅啊！在看隔壁的阿伯。还是你在看隔壁阿妈换衣服？他们都坐那个铁窗，哎，我好难看进去。你好恶心！噔噔噔噔，你看这个栏杆呢，就是有点雾面谋杀的感觉。谋杀的感觉。这个栏杆我超级喜欢的地方是它的形状，虽然你看起来很像一般的栏杆，可是我觉得它形状就是其实有点细节不一样。哪里的细节不一样？这里哒啦，它有这样子收一个矩形的样子，很像我们家有很多几何图形的感觉。对，那种法式优美的感觉。有法式，法式面包啦。酱酱，那你介绍一下这里。更衣间，这边有个门，进来呢，左边这边就是我们应该会做横板的显示，应该是 L 型的是吗？对，然后可以挂衣服的。这个也是我想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层板的下方，我觉得可以预留个1、2个插座，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想要放 WiFi 分享器跟除湿机，小型的迷你的那种除湿机。对，其实衣柜蛮需要的，因为你这里面也会放什么包包啊，是不是湿气不能太重？真的可以吗？那就可能1、2个，1、2个不需要除湿。反正什么红酒就顺便放这里，反正那个不是也要保持湿度。所以我这里变仓库。对，这边应该用那个长虹玻璃，小冰柱，就是要让它透光，可是又看不到里面，带有一点遐想。听起来有点变态。其实我本来中间还想要放一个中岛柜，放手表啊，对，放一些什么湿巾啊什么，可是这些我都没有。你说湿巾是就是国文课那个吗？这边一样，就是做一个层板过去。这里我想要做一个置物的柜子，因为我这边想做我的化妆台。我就是想说这边有一个窗户，所以面向这边化妆的时候会有那种自然光的感觉。坐在窗前化妆，没错。然后阳光洒进来，然后有够热，马上掉妆。这边怎么有一堆插座？这个高度是我这个留在化妆桌上面。我插一台 iPad 在这里，然后边化妆边看也可以。没错。我觉得这个以后可能会变成我一个耍废小空间。吵架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自己关在这里了。为什么不是你去睡楼下沙发？没有，就是你在这里，我在楼下那个游戏间打电动。
然后卧室就没有人用不。要上来，没有人睡这张床，就是床就在这里嘛。这里猜猜看哪一个是我们的厕所门？为什么有2个洞啊？这里呢一样是想要透光，就这里应该就会是用可能长虹玻璃或是玻璃砖，让大家可以看进去厕所是吗？对对对，没错。这个头啦。里面这里呢是干区，之后这边会放一个蛋形浴缸，有点像民宿的感觉。我们干区、湿区是用后面这一套墙来间隔的。对，这里以东是干区，这里以西是湿区。大家有没有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是眼睛，望远镜，感觉像那个你眼睛窥上去就可以看到，感觉又在看别人。各种偷窥，到底是多喜欢偷窥？我们还是留了一个插座，电动牙刷或什么之类的，哦其实也都需对对对要啊。还有刮胡刀啦。那请问这2个到底是什么？哦，对，这个呢就是地出式的水龙头。所以就是预买的嘛。出底跟粉光之前呢，我们就要先请那个水电先埋进去，定好以后呢，再打出底跟粉光。跟热水、冷水管就是要同时在出底前都先做好。这边买冷热水管这样子拉上来，然后接到这里。我们这次买的很多这种卫浴的五金，很多都是进口的，都在 Amazon 上面买的。没错，因为这个牌子呢，它是 Hasbro 5星级饭店御用的这个卫浴的设备，这样子，为了想要有饭店感，所以呢就想要买。但是因为呢，在台湾买真的非常非常的贵，因为这个牌子是德国的牌子，然后我就直接从德国的 Amazon 的网站上面直接下单，然后送来台湾这样子。对啊，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你看是哪个品牌，你就可以切到哪一个国家的 Amazon， 没错，去买就会比较便宜。对，就找找看，不一定有啊，但是这种五金我基本上我找都还蛮多的。而且运来其实也蛮方便、蛮快的。对，但有一个缺点就是，当然你在找台湾的代理商，一定是有售后服务很好这样子。对，假如说你不会装啊，还是坏掉啊，零件什么都比较好找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是赌人品，就赌它这个零件不会坏掉这样。听说我们水电好像是没有装过这个的。所以是你教他的是吗？对，但是重点是我不知道最后这个到底能不能成功。大家拭目以待，大家拭目以待。之后搞不好就会看到说，哎，我们旁边多钻了2个孔。对，我们可能这边埋起来，然后再装一个不用预埋的水龙头。然后这个排水的地方呢，我们想要装隐藏式的，那种隐藏式的那种地漏，它其实在台湾卖好像还蛮贵的。然后我后来呢，又在淘宝上面找到比较便宜的，所以我后来从淘宝买回来。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结果怎么样，然后品质怎么样。然后那这个呢，有人发现这个是什么？一样是神奇的机电预埋件。浴缸的龙头，落地的那个龙头，就一样是从网络上买，然后运来台湾的，一样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成品再给大家看看。没错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过了这道墙以后呢，有1个洞跟2个水表，它也是预埋件，就是那种面板主控，对，3种模式。对，然后中间有个洞，冲澡的时候你可以把脸塞进去，是吗？不想洗头的时候，这样就不会淋到头。不会淋到头，哦，很聪明吧？聪明耶！不是你不讲它真的功能是吗？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？还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壁龛，放一些洗澡会用到的东西。然后这里呢，给大家一个小 tips， 叫做一个泄水坡，避免水积在这里，排水在这里，它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泄水的坡度要这样往里面。就通常是往2边，然后往排水孔的地方泄。对，大家如果有在装修房的话，应该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否则你会发现水泄不到排水孔，这很麻烦。因为我旧家就是这样，扫水。我老家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个瓷砖你要再把它掀起来，然后再打更深，然后再铺瓷砖回去。听起来是有点麻烦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边是我们的淋浴区嘛，另外一边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很粗的管子，粪管。没错，这里就是我的马桶。那我们每天早上在这边有一种包袱。你在那边拉屎吗？我在这边淋浴是吗？我洗澡转过来看到你在拉屎。我觉得好像很有情趣哦。你看这个弧度超美的。就是一个圆弧状的转角。这一道墙的隔壁呢，就是马桶。它砌一个接近圆弧，然后再用那个粗底把它用成真正的圆弧状。我觉得我们的泥作师傅蛮厉害的。真的。之后呢，我们想要做晒衣空间，洗衣机放这里，然后这里之后就是你的小天地。虽然我有小天地，但是我也留了一个给你。你说洗衣机就是我专门在管的是吗？没错。我是洗衣机大总管。我跟你说，我帮你谋了一个福利。怎样？就是呢，你看有洗衣机对不对？这样你就不用手洗衣服。然后呢，为了不要让你晒衣服太辛苦，我不用手洗衣服。哎，这个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好。再来是还有一个晒衣服是最麻烦的，为了不让你晒衣服太辛苦，
我呢就是想要在上面装一个电动的晒衣杆架。重点又来了，如果你在台湾买的话呢，它有烘干的功能啊、杀菌的功能啊，然后照明的功能啊，很多功能的这种电动晒衣杆，至少一台都要3、4万以上。然后呢，我又在淘宝上面看到规格更高，但是价格呢便宜1半以上，就可能这样买下来大概就是1万出这样子，或者甚至不到1万。中国那边都是220伏特的，要注意一下就是电压，就是你可能这边要拉一个220的，或者是你要问店家，我是有问过，就是有一些店家是可以帮你改成110伏特的。对，我看到反正淘宝货有些电器的话，就是它也有卖110的，不过这要问一下。